嘿，大家伙儿早喽！12月27号星期五，马上又要周末了。今天出来的早，现在都跑了20多公里，快21公里了。刚才还碰见一位观众来玩，没提前约随缘吧，就碰到了，天还特黑呢。刚才一块跑了一圈。今天整体不慢呢，到现在为止平均配速是4分46。今天咱聊点正经的。我台北穿了那双 Pro 4，但这双 Pro 4坏了。今天跟大家分享鞋，就不是说它坏的事儿，就是特步的6.0 Pro， 阿迪的 Pro 4，惊叹3，还有昨天那个新出的消息，那个惊叹3 Turbo， 一会儿咱们聊啊。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消息，另外小伙伴跟我说，我昨天看见公众号群发，我还以为就是说厦门马拉松的博览会的事儿，后来在里边写了，我都没看，直到他们跟我说3.0 Turbo， 我现在还不知道多少钱，我只知道说在博览会应该能买到厦门马拉松，然后可能同时间就是那个周末应该是电商平台可能能买到一部分，就是首发，大量的货源应该要到我估计得明年了，明年初。另外的小伙伴跟我说，就是改进了发泡的工艺，因为上一代确实是因为发泡的良品率问题，产能达不到，到现在都不好买。大元先生刚买了一双，他其实早买的，但是要去中国出差的时候取回来。昨天那位在台北马拉松跟大家介绍的王先生也说要参加高雄马拉松了。我觉得惊叹3那双鞋还可以，一会儿咱们一双一双说。先说为什么说这3双。你看我的神户马拉松是目标赛事，那天是特步的 10X 6.0 Pro， 然后奈良马拉松是惊叹3，台北是 Pro 4，一场马拉松，惊叹3还有一场30公里的强度课， Pro 4也有一个30公里的强度课。我觉得我差不多有资格说这3双鞋。如果说这3双鞋对能力的要求从高到低排，我觉得能力要求最高的是特步那双鞋。好多人穿上可能会觉得，哎，怎么没有3.0时候弹？有的人会有这感觉，就是因为可能就是能力还是有，就是没有够到它的那个边际。那双鞋是硬，但是比5.0要软一些。那双鞋我的感觉是，如果我不是全力以赴的去冲成绩，我也踩不太动它。就如果日常训练就这个配速，是只能感觉到硬，感觉不到弹，就只能感觉到硬和推进。然后说说 Pro 4，阿迪达斯，很多人期待的那一双鞋，那双鞋在台北卖7500新台币，好贵啊，差不多1500以上人民币了，而且还是就是一直是卖断货的状态，可能颜值也是一部分吧。我觉得这3双鞋里确实是它最好看。那双鞋我穿着跑过周3的强度课，跑过一个30公里的4分05以内，
当时我的感觉是我的评价特别好，对这双鞋。哎呀，又上坡了。这双鞋会让你更有前倾的感觉，然后回弹也不错。这双鞋是这3双里最软的，就踩上去就觉得软，就你原地站试就会觉得软。哦，又爬上了这个大坡。这双鞋是这3双里最软的，但是呢还挺有劲儿。我记得穿它跑321那次，我觉得到最后没怎么使劲，就特别快。但是对它的好感止步于这次的台北马拉松。就过了30公里之后，就像那天台北之后我回来直播那天说的，太软了。就是过了30公里之后，你觉得你一踩就把它踩瘪了，而且那天那场比赛是30多公里之后开始加速，从一开始的4分配速加到3分多，最后是3分40、3分30多，就明显感觉到在马拉松最后你肯定是体力消耗已经很大了，在那个时候的冲刺你。那个鞋给你的推进力太小了，就等于你踩下去跟踩棉花了，它的那个碳柱终究是不是太有劲儿，然后中底也是比较的软，比较塌。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是像特步那种会好很多。所以以前我不太喜欢3.0 Pro， 就是特步的，也是因为我觉得它可能也是太软了，对我来说。然后奈良的惊叹3，哎，那双鞋我觉得表现不错，就是它在全马前半程的时候，感觉呢中规中矩，可能它跑短距离强度的时候，甚至不如 Pro 4有那种让你前倾的感觉。然后呢，高速过弯的时候呢，有缺点，就是后掌太宽了，对我这种能力的选手，就基本上我后掌就碰到地而已，就有点浪费。过弯的时候，就像我们大阪城那个转盘那种弧度的转弯，就会觉得有点拖沓。而过弯表现最好的是特步，第2是阿迪，阿尔法弗莱也不太行。但是惊叹那双鞋在30多公里之后，我也一样是到35公里之后加速，我越加速越有劲儿。这一点那位王先生也是这样反馈的，就是你到后程越加速，就感觉你又能踩得动，就是有弹，然后呢又有推进力，这个是我真的没想到的。当时当拿到这双鞋的时候，穿上去是挺弹的，是挺有劲儿的。但是我记得在神户马拉松之前，我好几次跟大家伙分享，我说神户可能还得穿特步，因为惊叹3当时穿着觉得它这么软，到后边行不行？现在我觉得行，它可能跟它的那个碳板的强度有关系。不知道新的 Turbo 会不会延续这一点，因为现在好多鞋都是中底越做越硬。所以这就是这3双鞋的简单的总结。适合人群呢，我觉得全程马拉松3小时以内，考虑6.0 Pro 没问题。就你想往前再冲一冲，再顶一顶，比方说2小时50以内，你有那个力量能力，你能就是你喜欢怎么说呢？比方说你喜欢阿尔法弗莱，你穿上你觉得特别带劲，那我觉得6.0 Pro 你穿上应该也挺带劲的。Pro 4你穿上就会觉得软塌塌，惊叹3呢穿上可能会跟我一样的感觉，就一开始觉得波澜不惊。然后如果您的马拉松成绩是3个小时到3个半小时，就是跑起来了，但是还没那么精英，然后 Pro 4是一双好鞋，适合你
平常的强度课的训练和3小时左右成绩的马拉松比赛。惊叹3，我觉得它的广度比较大，我觉得在3小时45更快的选手可能都可以穿，但是如果您已经是2小时35的选手了，穿它可能会觉得没有穿 Nike 或者像6.0 Pro 这种硬的这种鞋那么有冲击力，但是不会出错。Pro 4这次出错了，所以当然带引号的错啊，这是我对赛车鞋的总结。但是你还得看价格呀，在 Pro 4在这儿买合人民币1380，然后好像阿迪那个直营店是不能免税的，好像是。它在不知道国内上市多少钱。然后6.0 Pro 可能现在有打折的价钱了，然后惊叹3还是699，而且最近好像因为 Turbo 的原因，3.0的货比较多了。但是负责任的说呢，就是虽然您从我这儿买我有收益，但是我也建议您等一等，等到2号到4号这个马拉松周末，你看看能不能买到3.0 Turbo， 然后看看多少钱。我真的现在还不知道定价，我没问。然后您再决定，如果到这个周末没买到，那其实现在3.0也可以，因为还得看跑量。就是为什么我就对价格这么敏感，就是你说我1个月500，多的时候600，少的时候也有400多，2个月一双鞋。如果这双鞋买来为了比赛的话，就只能不能穿，因为穿完1个月就不能比赛了。所以如果您是大跑量想买日常的训练鞋，可能惊叹3是一个性价比目前我能够知道的可能性价比很好的一双鞋了。那我们就只能一起等 Turbo 了。然后就是我还没拿到，我可以拿到，但是我还有不到1个月就回北京了，回北京过年就别折腾了，等我回北京再给大家测。我猜测可能我的评测出来之前也不会是大货开卖的时候，所以大家还来得及。我评测鞋挺认真的，你看不管是自己买的像特步和阿迪，还是品牌送的像惊叹，还是有商单的，比方说像之前那个匹克，那匹克穿着从大连跑到了京都做的评测，对吧？一个马拉松一双鞋，我是这么评测鞋的，或者是100-200公里一双鞋，所以大家可以相信我。手表也是，你看从当初自己买的那个 iPods Ultra 跑50公里出评测，那刚上市第2天，我从东3环跑到奥森绕了一圈又跑回来，还不慢，4分20左右好像。然后高驰的表都是100公里一评测，行吧，我还是会更努力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也期待这双3.0 Turbo 吧。我再跑就回家了，训练后见。12月27号星期五清晨，马上要8点了，应该30公里训练结束。今天是第三个训练日，平均配速4分41，2小时20，运动表现出色，训练负荷中等，有氧效果又是提高，最快1公里3分58。对，最后还是加速。我会把图贴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看。最大心率最后冲到171，平均心率146，累计爬升155米，平均步频198。单圈数据一开始差不多都在5分以内，4分40，4分35，然后碰到观众的时候稍微的减了减，差不多也是5分以内，4分50左右。然后从几乎出了大阪城，从27公里、26公里开始慢慢加，27公里4分06，28公里4分11，29公里4分12，这2公里是一个连续的爬升，然后最后1公里4分12结束，可以，
7点44了，赶紧回家吃早饭。今天跟大家说这3双鞋，然后我今天又穿了一双新鞋，是彪马的鞋。到时候再跟大家详细说。你看这新鞋上脚就一个30公里，所以各种鞋什么的，不管是花钱买的还是白来的，我都会很认真跟大家分享。然后设备也一样，包括跟大家分享拍摄设备。现在这就是 Go 3S，优缺点我也都跟大家说过。台北马拉松的时候，有小伙伴问说天太黑的时候什么都拍不出来，那确实是天太黑的时候什么都拍不出来。台北马拉松一开始天黑的时候的画面都是 Ace Pro 2拍的，然后起跑以后的第一视角和最后冲刺的第一视角都是 Go 3S 拍的。行吧，那30公里了，不跟大家多说。今天你看大阪气温是4摄氏度，因为但是刮风，挺大的风，体感温度是0度。然后我穿的是这件，就是菲比特这件衣服跟内道那个逻辑不一样，内道那个是比较薄，有透气孔，菲比特这个是相对厚，所以这个我前5公里穿了一个皮肤衣，然后就这样跑最后的25公里，还是出汗挺多的。这个风打不透，它没有透气孔，这个衣服我还是挺满意，包括这个我也挺满意，这个能露出手表的这个口。有小伙伴说把手表戴外边是没问题的，就是我就是不习惯而已，我觉得勒得慌，而且这就看出像苹果的手表会有一个小缺陷，因为它检测不到肉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锁屏，就等于就锁住，等于你摘下来了。这种手表没有这个问题。行吧，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明天最后一个训练日，我们好久没回评论了，明天回评论，有什么想跟我聊的，评论和弹幕好吗？咱们明天再见。